接下来2026我们还会关注到的就是中美之间的 AI 终局之战，华为有没有可能3年内超越辉达？今天一起来做关心。2025年，美国感到威胁的就是华为了，它突然间呢就是彻底的崛起，让美国跟五角大厦都感到非常的不安。华为在过去1年做了非常多的事情，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看，即使是在美国的封锁之下，它还是放话说3年内它可以追上辉达，凭借的3大优势，带观众朋友来看，它每一年都出新产品哦。这个辉达包括它出了这个升腾950啊、960等等，然后一直到970不同的3代晶片。再来就是它在它的算力的利用率上大幅提升了70%。那么它也发展出完成它的 AI 的模型训练，发布新一代的图像生成模型，也就是 GLM、Image 等等。所以它喊出的3年内超越辉达，到底有没有可能？上这个怎么看？华为这家公司很有趣，2025年大家还是看到它的厉害。我回想起当时2024年初的时候，我在做这个政论评论的时候，我就说7奈米没问题，哇，所有人都在笑我，包括郑亮兄他们都在笑，不可能不可能，结果果然就做到。在去年2025年，我说5奈米年初的时候没问题，就他说不可能不可能，结果果然还是做到了。华为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公司啦，因为我去过华为好几次，我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，那些研发，而且华为作为一个全面战争，现在大家拿它跟辉达比，大家不要忘了，辉达只做晶片，而且辉达不是自己做，辉达让台积电做，辉达只是设计跟卖而已，但华为都自己做，而且华为从通讯，华为从半导体，华为连手机现在全部都做。那今年2026年会不会怎么样？我觉得以他们现在的这个迭代的发展，华为来说，我认为3年不会追过辉达，但是会激进追平。因为我们其实，在2025年已经看到华为的厉害之处，单个晶片来比，当然还是输辉达，遥遥输。但是华为有它特别的地方，因为它在晶片跟晶片的通讯之间是用光通讯，因为他们搞通讯的，还有它整个 cluster 把所有的这些晶片叠加起来，在一个云 AI 的这个系统里头，它在总体最后的总量，它可以几百个、几万的堆叠，辉达的不可以。所以，如果当一个大规模的这种群体战的时候，其实华为可以在现在的算力就可以跟辉达的它的这个所谓 AI 集合打成平手了。所以其实华为有它厉害的地方，但不能小看。就刚刚讲，因为华为什么都做，它的研发，而且它不是上市公司，它不会受到投资方的影响，它拿全部的钱来做研发，你也拿它没辙。而且华为现在作为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国家科技的核心，无论中国大陆有没有给他钱，有没有给他补助，这些都最后华为要跟美国跟全世界最后的科技最厉害，包括辉达在内的活力一拼，这个部分基本上就2026年以及之后华为的宿命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2026年的关键企业，我们今天会特别来关注到，请导播帮我们 take 一下，包括 AI 晶片的大厂华为跟寒武纪，这是原先大家就认识的。但是今年我们可以看到，还会再关注的是中国大陆国产的 GPU 的4小龙，这4家企业包括了看到必任科技、木犀股份、穗源科技跟天数智新等等，哪一家的 AI 的这个晶片厂最有机会成为华为第2？今天中国大陆祭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就是很多家企业一起来做，到底会不会分散火力，还是反而是更有胜算的？聂老师怎么看？哪一家会成为华为第2？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追上华为，那最少短期内不会，然后都可以叫做华为第2，因为这真的这个大陆真的是遍地开花呀，那而且是百花齐放。那我们先讲啊，晶片制程嘛，他们这国家的政策去2014年下扎这个 AI 5G。那又打了半导体和晶片的未来的这个打造，真的让这个整个中国的我最早的成熟制程，刚刚讲到7奈米、5奈米也好的突破，走到了一定的位阶。好，那个还是在制程，也就是晶片半导体的制作。那当时呢，不管是中芯半导体啊，在上海浦东那个，或者是什么华虹啊、半导体等等，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位阶。但是华为就像刚才讲的，真的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公司。你稍微了解就知道，20多万人的厂里面有11万多的研发高科技研发工程师，全部都在走未来，讲不好就是 future。而且现在的晶片还不是叫做 AI 晶片，现在谈的是叫做 AI 晶片，那又不得了了，一下子你知道吗？国产 AI 晶片量产遍地开花，最少10几家，有9家现在突破万卡俱乐部。一年卖出1万卡，这一数下去不得了。百度也好，寒武纪也好，木犀也好，天数也好，穗源也好，希望也好，一堆。
那你觉得中国在干嘛？这些每一家都在比实力，都在比量、比成本、比它的值。我觉得中国的未来真的很可怕。因此呢，国产 GDP 四小龙这4个每一个你都不可以小觑它，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整个应该说啊，这个环境使然啊，整个我们讲我们对岸的 AI 环境已经到达一定的位阶。其实我在10年前就写过一个叫做“强国需要强 AI 孩童教育”，去爬文打我名字，我就用了中国把教育从国中小学的改造 AI 课程，然后告诉他说，又写了一篇说，看中国科技的领先来对台湾省思。台湾的前瞻计划在做什么？都在前瞻计划的时候，我说你要知道，这个是环境使然，从教育百年教育使然，整个国家小孩子到甚至生活上的使用都在走 AI， 因此它的厂商都 fit 每一个人的需求，都在走这一块。所以我觉得未来啊，真的中国的未来的不管是哪一型的，因为 AI 还在往前推嘛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世界未来就是 AI， 你懂 AI 就有未来。中国我看起来是最有 AI 未来的一个国家。好，那要发展 AI，其实我们也要特别来关注到，其实背后的这个能源电力也很重要，因为现在其实美国也很担心说，中国大陆的电力远远的比美国还要更多更好。这是来自于黄仁勋说的，他说 AI 的终局不是算力，是能源。另外一位是马斯克说的，中国的电力供应是美国的3倍。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也狂盖它的资料中心，甚至是补上它的电网，但是今年有没有可能真的能够立刻的补上呢？舰长怎么看？其实我们一路说过来，你会发现中国有很多方面都非常厉害，供应链怎么样完整啊，怎么样的电力啦，这个东西发展。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，大家应该去想一下，中国为什么能够这么厉害？就好像我问过一个非常高阶的长官说，为什么北韩这样的国家都可以造潜舰，台湾造不出来？他回答了我一句话，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想，好，因为我们有美国这个朋友。所以你就会一直期望着美国是不是哪天能够帮我们来造这潜舰，结果他不帮你就没办法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中国从30年前开始决定要发展这个经济，全面扩展这些工业的时候，他能指望谁？因为你要指望的是一个先进国家，美国啊、日本啊、欧美啊、法国啊、德国，对不对？这些国家可能帮助中国人吗？所以他从开始的时候他就决定了，所有的东西我要自己来。所以你看到他的所有的供应链都是非常完整的。这是我觉得他今天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至于说电力哦，你知道我以前还真的没有研究过电力是这么复杂的东西，我现在才知道。你要造个核电厂，你知道多复杂？因为核电厂你知道在海边，不是在那里那个附近用，它要运到一个城市，这一路过去，你知道全是基建呐，那高压电一路送过去。中国这些都非常之厉害，可是美国很多这些都没有。然后中国的执行力啊，我有一次听我们一个同学在大陆在工作，他说有一次中国大陆要准备建一条高速这个公路，要横跨5个省，他就把5个省的这个负责建的人领导拿过来，拿出一个图，每人交你一张，你们回去啊就照这样子去做，大家回去就开始征地这样的话，在一个民主国家你根本不可能，你的征地。你的环保，光是一个好比说我们说输电系统在海边的是一个核电输送，然后这样一路过来的时候，你要经过4个州，你知道这4个州在美国都要环保啊，都要抗议啊，你为什么走过我这里？说他的执行力开始很弱，然后大家各有这种不同的想法，这就是为什么像现在中国所有的这一切，他都说从开始发展就是我一切靠我自己。